这只白狗毫无征兆地对主人发起猛烈的攻击，吃痛的主人被吓到连连后退。这是他对主人发起的第10次攻势，每一次攻击都让主人受伤严重。尽管狗狗如此凶猛难以接近，但大姐却还是对它抱有一丝幻想，希望它能够变回原本乖巧的模样。大姐说狗狗平日里十分温顺，而且还能随便抚摸，可当拿着食物送到它的面前时，它就会立马变脸，眼神中透露着一股杀气，不断地对着大姐疯狂咆哮，龇牙咧嘴，恨不得将主人撕碎。但令人感到疑惑的是，只要将食物放在一边，它又会立马换成另一副面孔，乖巧撒娇的模样甚是讨人喜欢。当大姐再次把食物拿到它的面前时，又立马变成令人畏惧的可怕怪物。如此难以捉摸的性格让人很是摸不着头脑，就连附近的邻居也表示它是一只双面狗，心情好坏完全无法预测。因为正常的狗狗见到狗粮就会欣喜若狂，然而这只白狗却十分抗拒，似乎把狗粮当成了毒药。不愿放弃的大姐立马拿出了各种食物，然后信心满满的端到狗狗面前。可没想到狗狗比之前更加凶猛，如果没有锁链的束缚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但不信邪的主人想要用爱感化狗狗，于是便捧着一些狗粮送到它的嘴边。然而这一操作竟直接惹怒了狗狗，冲着大姐扑咬上去。幸好大姐反应及时，才避免被咬伤。而这也是大姐这个月第10次被狗狗咬伤，清晰可见的伤口足以证明狗狗的暴力。大姐说每次喂狗就像是一场大战，即便借助工具送到它的身边，都会被它疯狂撕咬。如此危险的狗狗将大姐吓出一身冷汗，甚至有些语无伦次。见到主人被自己所震慑，它又立马踹翻狗盆，疯狂挑衅，恨不得将主人撕成2半。狗狗面对饲养自己2年半的大姐重拳出击，面对陌生男子却立马摆出一副人畜无害的样子，甚至还会撒娇卖萌讨男人喜欢。如此迷惑的行为让主人一脸懵逼，难道这只公狗只喜欢男人吗？于是为了验证人们的猜测，邻居大姐纷纷前来帮忙，想要在狗狗面前表现一番。1号大姐首当其冲，却被狗狗吓到狗粮撒了一地。2号大姐出场依旧被疯狂上嘴脸。最搞笑的是3号大姐，原本休息的狗狗竟直接生扑了过来。如此一来，3位大姐都惨遭狗狗拒绝。难道她对女人有什么意见吗？于是人们便请来专家对狗狗进行爆改。在经过一番观察之后，专家便得出了结论，原来狗狗曾经被一位女士收养，她经常遭遇原主人的殴打，吃饭的时候更是没有任何安全感可言，因此在被现主人收养之后变得异常敏感。她把现任当作了前任，所以才会对身为女性的主人如此抗拒。这也是为什么其他男性能够轻而易举地接近她，而其他女性却被疯狂针对的原因。为了能够解开这个误会，在每次喂养的时候尽量不要使用拖把，同时把食物放在相对高处，这样能够让狗狗保持放松，不会做出攻击姿势。如果狗狗没有做出先前的攻击行为，那么就用零食鼓励狗狗，同时让它感受到主人并没有恶意。经过多次这样的重复操作，狗狗对主人也有了很大的改观。好在现任主人并没有放弃，而是积极地寻求解决方式，这才解除了和狗狗之间的误会，最终获得了狗狗的信任和理解。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流浪猫公园，里面生活了数以万计的流浪猫，虽然它们都没有主人照顾，却一只只都长得白净健康。猫咪们非常的温顺，尤其是对人类表现出十分的信任。来到这里，你可以撸猫撸到爽，简直就是一个免费的野外猫咖。每当看到有游客在长椅上落座，猫咪们就会从四面八方朝你飞奔而来，即使手上没有吸引它们的食物，猫咪也不会因此而责怪你，它们反而会排排坐，等待你的轮流抚摸。不得不说，这些流浪猫比家猫还更有素质。有了这些呆萌可爱的猫咪陪伴，我想肯定能赶走你所有的坏心情。有些胆子大的小猫咪甚至会抓着你采奶，随后更是顺势跳到你身上，因为它们把所有的游客都当成自己妈妈。公园里随处可见出生不久的小猫咪，听说公园里不强制猫咪绝育，就算你有能力每年生10窝8窝，这个公园都会帮忙照顾小猫咪，因此这里的小猫存活率达到了99%。不过有亲妈照顾的孩子并不见得幸福。这只小三花喵喵的叫个不停，想喝奶，可妈妈却装聋作哑，完全不理会孩子。不管游客如何劝说，猫妈妈就是不愿搭理孩子。或许担当后的妈妈就是如此不懂事吧。眼前这只猫咪是公园里的生育女王，才2岁不到的她据说已经生了5窝小猫。虽然午休时被游客吵醒，但猫咪却没有一点不耐烦，它乖乖地躺在地上，任由小哥抚摸。也许知道小哥并没有恶意，猫咪突然带着小哥朝另一边走去，随后它停在了一棵大树下面。小哥凑近才发现了一个树洞，原来猫咪是在向小哥炫耀自己的孩子，里面几只可爱的小家伙依偎在一起，正在睡觉。对于陌生人来说，孩子绝对是母亲最后的底线，可他却愿意带初次见面的小哥来看孩子，这不仅需要莫大的勇气，更是无条件的信任这里的游客。这里的每棵树都有洞，洞里面住满了刚出生不久的小猫。虽然树洞没有进行过装修，可却是小猫咪遮风挡雨赖以生存的家。由于小家伙没有过多接触游客，它们呆呆的表现得有些害怕。不过只要你跟它们相处3分钟以上，这些小家伙就会爬出来跟你交朋友。所以来到这里真的不用担心被拒绝，随时随地都能享受到投喂的乐趣。当然公园里也还有一些喜欢独处的猫，这只胖猫就是典型的独处分子。
据说它从来不跟其他猫处朋友，虽然对同类很高冷，但它却从来不会拒绝人类。无论你撸它身上的任何部位，猫咪都不会拒绝。不得不说，这真是一只超有个性的猫。有些胆子大的小猫甚至会想跟你回家，不过在没有办理相关手续前，私自带猫咪回家抓到可是会受到处罚的。所以即便猫咪非常可爱呆萌，你也不能将它们带回家饲养哦，这样也是有效的防止虐猫事件的发生。如果你有幸在公园入住，那么一大早迎接你的将是无数的猫咪。虽然它们早已饿得饥肠辘辘，但猫咪们却从来不会主动踏进屋内哄抢食物，它们一个个乖乖地守在门口等待。看到这些懂礼貌讲卫生的猫咪们，我想任谁都会忍不住对它们进行投喂。对于这样一个拥有无数可爱猫咪的公园，如果我告诉你地点，那么你是否愿意带上猫粮去这里瞧一瞧呢？原来几百斤重的北极熊刚出生时只有巴掌的大小，这是小北极熊出生1周后的模样，看起来就像家里的小土狗。不过小家伙成长的速度很快，仅仅过了1个月就长成了玩具熊的大小。这个阶段的北极熊宝宝也是最萌的，无论怎么看都像是一只布娃娃。在它1周岁这天，工作人员准备了一份特别的礼物。第一次见到冰块的北极熊宝宝开心的不得了，它激动在冰上来回翻滚，这种感觉好比猫咪见到薄荷一样清爽，简直舒服的停不下来。不过北极熊原本就生活在冰雪覆盖的北极，为什么这只小北极熊却从来没有见过冰呢？原来近些年由于人类对环境的破坏，导致全球气候变暖，北极大量冰川融化，致使北极熊的栖息地不断减少，它们的生存环境受到了很大的影响，有些甚至不顾危险来到人类的领地寻找食物。这只怀孕的北极熊已经在食物匮乏的栖息地饿了许久，但为了还未出生的宝宝，它只能冒险下水进行狩猎。可游了许久也没看见猎物的身影，眼看分娩在即，它不得不爬上一块浮冰进行生产。在经历1晚上的痛苦分娩后，北极熊妈妈顺利诞下一只幼崽。处在哺乳期的北极熊需要摄取大量的食物，没办法，北极熊妈妈只好抛下幼崽，独自外出寻找食物。但没想到熊妈妈在离开后便再也没有回来过。一般来说，母熊不会抛弃自己的幼崽，人们猜测它很可能是遭遇了不测。不过好在这只小熊生在了科考站的附近，于是工作人员便将它带了回来。几天后，小北极熊被送往了野生动物保护中心。此时的小家伙还没有睁开眼睛，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被护理员灌奶。由于缺少母亲的呵护，小北极熊还需要恒温箱里待一段时间，工作人员每隔几小时就要来喂一次奶，完全把它当成了婴儿来照顾。小家伙几乎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睡眠中度过的。2周大的北极熊就和小狗一样，偶尔还会发出奶里奶气的叫声。4周后，小北极熊长出了一身雪白的绒毛，工作人员特意找了个玩具熊与它作伴。你还别说，两者还真是差别不大。从保温箱出来后，小北极熊开始探索外面的世界。不过此时的它才刚刚学会走路，对周围新鲜的事物都充满了好奇。在工作人员的悉心照顾下，小北极熊的身体也变得越发强壮，甚至还和二哈学起了拆家。考虑到熊孩子从出生到现在还没有接触过水，于是饲养员将它带到了户外进行活动。但这可把熊孩子高兴坏了，没一会儿就激发了北极熊自带的游泳天赋。有了第一次的经历后，小北极熊彻底放飞了自我，每次游泳都玩得不亦乐乎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小北极熊开始逐渐学会捕鱼了，而它的食量也是与日俱增。不过身为一只北极熊，长这么大它还没有见过冰。为了弥补这个遗憾，饲养员在它1岁的时候特意准备了一大桶冰块。第一次见到冰的小家伙异常兴奋，在上面一直不停地翻滚。由于这里的气候常年保持在20度以上，为了给熊孩子解暑，饲养员每天都会给他送来一个大西瓜。熊孩子一天天的长大，现在他已经到了即将交配的年龄。工作人员随后为他找来一个伴侣，而双方经过短暂的接触后也很快黏在了一起，每天过着衣食无忧的幸福生活。最后希望小北极熊能一直健康快乐的生活下去。